马在哪儿？在里面。家女，我押这个人的时候，真是吓了一大跳。这个人好像高桥君，他究竟是谁呀？是高桥浩。高桥浩？那个呢？那个人现在在哪儿？他好像在东林要塞的坑道里。必须马上把那个人押起来，和这个人一起审查，明白吗？那他现在东林要塞追查共产党的活动呢？笨蛋，他就是藏在我们中间最大的共产党，还不明白吗？嘿，你要小心一点，别让他看出来。明白。把他押来之后怎么办？先押在隔壁。嘿，坑道里的平民注意了，你们马上回到自己指定的位置，清点自家人口，每个保甲清查所有人员。如果发现隐藏外人者，全保所有人都要被枪毙。听清楚了，凡是隐藏外人者，全保所有人都要被枪毙。报告长官，刚才一个女生进来坑道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们的执勤人员告诉我的，不会有错。好，这次好，一定要抓住他。我们没有那么简单。他穿着百姓的衣服混在人群当中，我们怎么查？何况这里的群众那么多人。他们不是有联保作家吗？只要有一家敢收留外人，其他10家通通枪毙，一个不留。明白吗？嗨，走。高家军，黑木军这是在干嘛？抓共产党。好，坑道里有共产党吗？东京都有共产党，坑道里就没有几个反战同盟。你搞你的情报，我抓我的共产党。走。高桥君，高桥君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没听见黑姆斯在搜查吗？我回来是为了告诉你，你已经暴露了。组织上让我通知你撤退。按照旧计划，如果你最好能越过河到苏联境内，实在不行，往西20公里，那边有我们的部队。你跟着我，我们一起出坑道。不行，那样目标太大，太危险了。可是，你放心，我会想到办法的。我们很快会见面的，相信我。我先走了。我走了，保重。浩儿，板垣叔叔，是板垣叔叔吗？你没有忘记我，还记得我吗？记得，还记得一些。那你还记得什么？我记得你很高，当然，大人在孩子的眼里都是很高的。20多年了，你回家了？回家？我真的回家了吗？
可是爸爸再回不来了。是啊，我为此也很悲痛。起来！你起来！你们都给我起来！八哥，起来！住手！你们干什么？他还是个孩子。他不服从命令。南局大人，他也是日本人，有话不能好好说吗？起来！起来！你看，孩子，别怕，让他们检查一下。不，他们要把我爸爸妈妈带走。什么？我不让他们把我爸爸妈妈带走，我要送我爸爸妈妈回日本。他们不是要带走你爸爸妈妈，他们就是。都看到了吗？还有检查吗？不用了，对不起，撤。不要再往里走了，那是死胡同。杨子小姐，幸亏啊，心经一别有好几个月了吧？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。带走！郑坚，请出示您的证件。说吧，你到坑道里的任务是什么？谁是你的同伙？是谁把你弄到坑道里来的？你和情报局的高桥浩是什么关系？说！高将军，下车吧。石田君，怎么了？下他的枪。嗨！什么意思？高将军，请不要见怪。
这是板垣将军的命令。板垣将军的命令，我为什么没有接到？到那你就知道。行吧。 我在路上碰到了苏军的第6坦克集团军，他们正在向乌苏里江一带开进。你怎么知道？是押送我的人问他们要烟，他们彼此问对方是哪一部分的。不是在骗你吗？我知道，第6坦克集团军里大部分是高加索人，他们讲话是有口音的。高桥豪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。你敢说你不认识他？我曾经亲眼看见过你和他在一起。你说的是去我们诊所看病的那个臭鬼子吗？你还嘴硬，班长！把所有的险句给我从头到尾再试一遍。嗨。 赤田君，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让你见一个人。什么人？你的老朋友。见面就知道。请。睡了吗？没有。我真怕我半夜里把你杀了。我还怕我半夜把你杀了呢。你真的吃了那2个寿司？就因为这个睡不着啊？那个东西啊，闻闻都想让人吐，谁敢吃啊？那寿司，真的是你爸爸给你做的？他从哪儿弄的大米啊？我和爸爸是冒充中国人，在4国上船，来到苏联的。我们把所有带有日本字的东西都扔了，连做衣服的布料都是从中国买的，就是怕别人认出我们是日本人。但是他还是带了3斤稻谷。他说那东西看不出是中国的，还是日本的。他要在苏联种水稻。种了吗？种过1次。地一开动就把秧苗插下去了，稻穗刚出来，地又冻上了，全都死在了地里。这个地方的无霜期太短了。3斤稻谷吃了20年，一粒一粒的吃都不够。我小的时候，爸爸要求我说俄文，说中文，吃西餐，啃猎吧。他要把我变成一个真正的俄国人。后来，我冒充中国孤儿考上了军校，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。但是每一次见面，爸爸都会给我做2个寿司。你父亲是想让你记住他，记住日本。我告诉你吧，你是学不像我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心里边有仇恨，这是学不来的。说到仇恨，我不用学。你想知道我心里的仇恨吗？
我每天都在想念着那个已经逝去的家园，想念东北，想念松花江，想念初恋的白桦林。而这一切全是因为你们的到来，消失了。我的父亲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中学老师，因为买了一顶新帽子，不知道怎么把它摘下来，掏良民证鞠躬就晚了几秒钟，就被日本兵用刺刀活活地捅死了。我的母亲私藏了半碗大米，是想春节的时候给我和妹妹煮碗大米饭吃，就被说成经济饭。年初一的早晨，被日本宪兵吊在家门口，吊死了。所以你说你让我跟你合作，所以让我代替你回到东北，打入到关东军，把你们这些日本人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，为我的亲人报仇，为中国人报仇。要吸烟吗？我不抽烟，倒是想吃饭。在苏联的监狱里面总是吃不饱，所以一回到满洲，倒是想吃。可惜现在还不到开饭的时间。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满洲，你都是犯人。你是关东军的军官，但是你骗不过板垣叔叔的眼睛，你死定了。也许吧，不是只有向往胜利，才能争取胜利吗？总得有人试试。行，你不怕死，我还怕给你送死呢。你和惠子订婚了？老人们定的事情。是的。那你现在人在苏联，怎么去跟他结婚啊？胜利了以后，就回去结婚。胜利以后，把苏联也征服，变成第二个满洲？要向往胜利，才能争取胜利。你们真敢想，真是疯子才能想象的胜利。让你假扮我去欺骗板垣叔叔。而且你还真敢去，这才是疯子的行为。你叫什么呀？我叫高桥浩。不，你不叫高桥浩，我才是高桥浩。你凭什么说你是高桥浩？如果你是高桥浩，我又是谁呢？那你凭什么说我不是高桥浩？我就是高桥浩。关东军情报局司令部都可以证明我是高桥浩，高桥敏夫的儿子，板垣一夫将军的手下，曾经一度是板垣家未来的女婿。我在苏联带回的情报曾经震惊了整个关东军，而恰恰没有人知道你是谁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告诉你我叫什么名字，你会信吗？不信。你说苏联人会杀我吗？我不知道。不会吧？你该说的都说了，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威胁，杀你干什么？倒是日本人有可能杀你。日本人为什么杀我？怕你泄密，杀人灭口。就是这样，那我就回不了日本了。这也很难说。日本一旦战败，你可以作为战犯被遣送回国，那要看你的运气了。不可能，日本不会战败。你在这儿待久了吧？多长时间没看报纸了？去年，菲律宾、关岛、新加坡、塞班岛，全部在日本的手里丢失了。而且美军现在正在进攻你们的冲绳岛，战争已经打到你们家里去了。
还在做大日本帝国的梦？我们还有关东军。关东军是全世界最好的陆军，关东军是不可战胜的，除非你这个计划成功，蒙骗了板垣叔叔。但是我再一次提醒你，即使你对日本人有天大的仇恨，苏联人派给你的，也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那我告诉你，不管你编多少故事，这次的任务，我一定会完成。编故事？我编什么故事？你编什么了？惠子是个圆脸儿，学习不好，但是很贤惠。学习好的是真野，他暗恋你。你的学习非常好，是你们全班的第1名。那你也不想想，一个学习好的孩子怎么会喜欢学习差的孩子呢？告诉你，我有你们全班的考试成绩表。哦，对了，你还说，说板垣一夫能喝很多酒，好饮不醉。你还说他住的是大平房，有很多很多房子，可以在里面跑。其实呢，板垣住的是楼房，2楼有5间房子。你要看照片吗？还有，你真是左撇子吗？其实啊，你编了那么多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想让我这个漏洞百出的间谍挽回你们帝国的命运。你太自信了，你们日本人太自信了，在那个不大的小岛上，用你们天大的自信来挽回你们的失败，这有用吗？即便是我一踏入东北的土地，板垣一夫就把我识破了，把我枪毙了。即便是你们日本人把苏联人的兵力部署、大炮、飞机以及坦克的数量全都得到了，但是还有你们不知道的。你们知道我们抗联的总兵力是多少吗？你知道我们有多少中国老百姓有多恨你们日本人？你知道这些年聚集起来的仇恨的力量，就像松花江的水，可以把你们彻底淹没。其实我非常讨厌你这种自以为是的小聪明。你信不信？我们2个人同时站在板垣一夫面前，他分得清楚谁是真的高桥浩，谁是假的高桥浩吗？我说我是，我才更像高桥浩。不，你是间谍，你是苏联间谍。你这个傻瓜，你在冒充我！你怎么证明啊？而我可以证明我自己。在关东军情报局的军官档案里，关于高桥浩的记录、资料、体貌、指纹，都可以证明是我。你这个傻瓜，苏联人怎么会派你回来呢？不，是我越狱自己逃回来的，不是他们派我回来的。我穿越了边境线，那边境上的100多万军队居然没有看住你吗？100多万军队怎么了？我看见了，我都看见了。我看见了苏军的第6坦克集团军正在往乌苏里江开进，我都看见了。我忘了告诉你了，惠子是个瓜子脸。不过有一样你说对了，她的确很漂亮。将军，池田，把他带出去。哎，请吧。
高桥君，啊，你应该不叫高桥浩。能告诉我你的真实姓名吗？名字不过是一个人的符号。如果你想知道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叫廖飞。你不是日本人？不，中国东北人。喝一杯吧，廖先生。今天我特意为你准备了点好酒，希望你能喜欢这酒。记得你刚来的时候，我也请你喝过酒，那是瓶日本酒，那是特意为你接风的。在这惊天故事结束的时候，我也请你喝酒，是为你践行，你懂吗？就是你们中国人所说的“送你走上黄泉路”。怎么了？不敢喝这杯酒了？啊？好喝，东北老烧，比起你们日本的清酒，好喝多了。只是不该用这种瓶子来装。廖先生，我佩服你。不，我是喜欢你。刚才我看到你的样子，我在想，出去的那个应该是假的，而坐在我对面的这个才像高桥民夫的儿子高桥浩。你看看你到满洲以后所做的事情，让我自己感到内疚，让我自己觉得我做错了。你居然做到了，让我求着你打入到我们关东军情报局的内部，真佩服，好手段。啊，再喝一杯。不瞒你说，我经营了30年的一个最成功的间谍就是蛇，依靠它，我们得以维持苏满边境10几年现状不变。他居功至伟，但是这条蛇是毁在你手里吧？苏军飞机空投特务的情报也是你送出去的吧？中泽也是你杀的吧？我被你玩弄于股掌之中。你表现出一个训练有素、聪明的情报分析专家的样子，你征服了所有的人，包括山田司令、石滨正义等等。你得到了所有人的尊敬和仰慕，甚至连我的女儿也爱上了你。我还想知道一件事情：惠子是不是被你打死的？说到惠子小姐，她本来可以在日本过正常人的生活，获得家庭和爱情，是你把她拖进了这场战争，让她在最风华、最浪漫的年龄就凋谢了。而我们和惠子一样，本来可以在和平的环境下享有家庭和爱情，就是因为你们野蛮的入侵，使得我们不得不拿起武器和你们作战。知道吗？这些年，有多少中国人死在你们的手上，有多少东北人死在你们的手上？你们野蛮地闯入了别人的家园，烧杀抢掠。我倒要问你，到底是谁太狠？你还是好好想想你怎么死吧。我的任务完成了，我值了。
个人的生命吹响了进军东北的号角，我值得。那你的目的是什么？那个高桥号在逃回来的路上，看到了苏军第6坦克集团军向乌苏里江正在开进。苏军进攻东线，马上就要全面开始，因为在苏军情报部门的指挥台上，有我发回的大量的关于关东军在东线部署的战略情报。来人，快来人！嗨！你这个混蛋！黑幕抓住的女间谍跟情报局的高桥号有个关系？要真是这样，百元的情报局问题可就大了。但是他并没有招供啊。不用招供，当初这个高桥号跑过来，我就觉得可疑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情报局认为苏军的主攻方向在东面的情报，就十分值得怀疑。我认为是苏俄方面通过高桥号故意制造出来的。那您说他们的进攻方向在西边？很有可能啊。那怎么办呢？你立即给黑幕发报，叫他无论如何要挖出女间谍的口供。嗨，我这就去见山田司令官。将军，准备好了。走。将军，您亲自去。我要亲眼看着他被碎尸万段。嘿，报告，山田将军要你到他那里去。这个时候什么事？他好像知道了高桥的事儿，他要去见见那个跟共产党会面的间谍。又是谁也在搞鬼？怎么办？你把他押到东里要塞的坑道里，严加看管。嘿，将军，别人问起来怎么说？就说他违反军纪，被关押禁闭。嘿。证件。没有百元将军的命令，任何人都不能接触高桥军，明白吗？嗨。高将军，请。黑木君，赤田君，怎么回事？黑木君，我正式通知你，关押他是百元将军的命令，没有百元将军的命令，任何人都不能接触他。如果你有什么疑问，可以给百元将军打电话，否则的话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好，我现在就去打电话。
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吃饭？将军交代的，吃饱了马上跟我回西京。谢谢。谢谢叔叔，谢谢叔叔给我吃的最后的晚餐。我知道犹大是谁，是日本，是叔叔你本人。我们高桥父子两人倾尽一生，血染苏俄。始终效忠着大日本帝国，对叔叔是一腔真情，以叔叔为亲人。我知道，间谍往往不是死在敌人的手里，而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，上级的手里。你给我的寿司，我吃了，好吃极了。我在苏联想吃寿司，想了20多年，今天终于吃上了。还有这瓶关西清酒，能喝一杯爸爸和叔叔留下的酒，好极了，真是好极了。嗯。